怎么了？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啊，对于这份调查报告，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意见呢？这古人讲，君子慎言，但也不必小事啰啰嗦嗦，大事三缄其口啊。有什么话都摆在桌面上说，这是我们党一贯的作风。既然大家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，那我就把这份调查报告尽快的向省委和程志运同志汇报。我希望在这份调查报告公开之后，至少不要从我们这儿传出什么不同的声音。好了，散会。老唐，哎，你等一等。老唐，你今天在会上怎么一言不发呀？我这紧箍咒在头上，能不低调点吗？你看，你是不失时机的发牢骚。坐。最近在江都市的上上下下流传着一个非常可怕的谣言呐，说丁立芬的死是和轧钢厂的破产案有关系，是杀人灭口。你看，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，轧钢厂的问题就一天不能尘埃落定了。哦，对了，程书记啊，昨天专门为此事打来电话，要求我们尽快结案。老兄，怎么样？我给你1周的时间，有把握吗？有压力。俗话说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再说，这现实破案也没多大的科学性。哎呀，这慢工不一定能出得了细活的道理，你不是不懂啊。再说，您不是已经抓到了那个盗窃尸体的犯罪嫌疑人吗？这就是突破口啊！哎呀，问题好像不那么简单。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，丁立芬死亡的背后可能有大文章。物证标本的 DNA 的鉴定很快就出来了，您看，是不是再等等？不管有什么文章，不管牵扯到谁，一定要秉公办事，绝不放过。老唐，如果说这件事我的太太吕红碧卷了进去的话，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不能手软。您是说红碧也卷进去了？我是一种假定。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唐局会这么轻率地处理我的验尸报告。既然我的验尸报告已经否定了第一验尸报告，他的逻辑指向其实已经很清楚了。可是唐局为什么把我采集的标本交给炮制第一报告的当事人呢？我太失望了。我有种预感，这个鉴定的结果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。丽姐，如果我们要是能够早一些沟通的话，最后的结果绝对不会是这样的。你是说，你怀疑唐局？我头都大了。就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喏，就是在这里，你们看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我看一下，来，好。
辨认了，肯定是邱其刚。邱其刚？对。什么人发现的尸体？在那边做着笔录呢。尸检鉴定出来了，死者死于今天凌晨，为锐器所伤，未见大量出血。经尸体解剖以后，我们确认凶手使用的是一把双刃匕首，在距离心脏2公分处刺入，刺入后向上移动，划破心尖，造成死亡。根据现在胃中的存留物证实，死者死前刚进食不久，主要的是有熟肉制品、面包。还有含有微量的酒精成分。你把材料准备一下，马上向唐局汇报。好。大姐，你再把死者胃中的食物进行一次化验分析，我要知道这些食物的确切成分。好的。你们找谁呀？我找一下102的方子珍。他昨天出远门了。出远门了？哎。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不是很清楚。刘大主任，就为了这点事儿，你纠缠我2个星期了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再说，如果我姐姐真有这样的事情，你干嘛来问我呀？你怎么不去问她呀？你姐人流的事情，你真的不知道？你真恶心！就算是有，关你屁事儿啊！啊！你走开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小平，我跟你姐在谈恋爱，我就想知道那个人是谁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走开！没素质。刘春山在干什么？好了，萍萍，怎么了？说话呀，萍萍，说话呀！刚才刘春山说我姐姐的坏话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来干嘛？有事吗？你哭成这样，我有事也得憋回去啊。我没事了，你有事吗？萍萍，上次给我方子珍的电话怎么老是空号啊？错了吧？给你个棒槌你就认真，那号是我编的。萍萍，我要他的电话是工作上的事儿，别是公司兼顾吧？萍萍，你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，把电话给我。我凭什么要给你啊？我为什么要给你啊？你说，我的号码你背下来了吗？背过了吗？萍萍，如果现在你把我的电话号码背下来，背给我听，我就告诉你。萍萍，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？啊？哎，你别走啊！我同意您的意见。邱其刚在江都呢，四面树敌，如果是仇杀的话，我看可以把老西子的死和邱其刚的死呢并案考虑。哎，老西子那个案子情况怎么样？有进展吗？范围太大，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。这2个案子只要有一个突破，那就好办了啊。小强，今天怎么了？像个闷葫芦似的。
到现在刚说了一句话，闹情绪呢？我敢吗？我现在找你呢，绝对不是来充当我妹妹的保护神的。我想知道，你和我妹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们一直都挺好的。你知道吗？缺少深度的融洽关系，其实是不正常的。跟文化人在一起说话呀，就是不一样。可我最担心的是他感情用事的方式。你不知道，他感情用事的方式非常的特别，完全是一种宿命式的，对自己决定不了的事情，他就和自己打赌。比如说，有一次去商场买裙子，他跑出试衣间，追着我就问，好不好看？我说好看，可他却嫌我的目光土，不信任我，于是他掏出一枚硬币，跟我说：“你扔，扔出来的是国徽，我就信你。”于是我就抛，结果摔出来的是字。于是他一头钻进试衣间，换下裙子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还有这样的事情啊？不过我相信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深有体会。还有一次，我们俩在公交车上，他非要拉着我去见你妈妈。我知道老人家不待见我，不敢去。我们俩争执不下，于是他说：“你数车上的人头吧，单数听你的。”于是我就数，你猜怎么着？老天有眼，结果是单数。那这回该听你的了吧？没有。结果我还是跟他去了。为什么？他说我数人头的时候没有加上司机。我知道了，游戏规则不清楚，所以呀，你永远对不了。对错不是什么问题，可我担心的是，他将来是不是在决定大事的时候，也会采取这种方式。我说了不见就是不见。小平啊，哎，你说妈能害你吗？啊？是我看你姐，你一天天都变成老姑娘了，你说我多少着急呀？啊？你这个死丫头，一天就死不听话，我说什么你也不听，我多少着急，我不就想给你找个好婆家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你让不让人家自由恋爱了？再说我有男朋友，你让我见人家，不等于害人家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老早叫你和小江断了，哎，他一个刑警，和你爸一个样，不行啊。我给你介绍那个博士，挺好的。博士有什么？我不喜欢博士。不行啊，一定要见。好吧，让我考虑一下。哎，不行啊，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一定得见。妈，您看到那拐角那摊位了吗？什么摊位了？那个摊位啊，如果那个摊位的号码尾数是双数的话，我就答应你。啊，就是那个第一个摊位啊。嗯。双数。嗯。这个丫头，走。哎，小娇，还是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启鹏，我倒是希望你有时间找小平好好的谈谈。我会的。我也很想和他好好谈一谈。忙过这段时间吧。
那就好啊。其实呢，我和萍萍之间的问题啊，可能比你和她之间的问题还要大。她已经有2个星期没有跟我说话了，而且我打电话，她也不肯听。为什么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我们姐妹之间的小摩擦吧。走吧。萍萍，忙着呢。姐姐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呢。彩凤，来，单子在这儿，给顾客送一下。有什么话，你先说吧。姐，你有事瞒着我。姐姐呢，有些事情忘了跟你说，但是我从来不会有事情故意去瞒着你的。就你那点破事儿，刘伦山早就告诉我了。既然不是刘伦山，那好，你告诉我那个人到底是谁？萍萍，你知道，你说呀，你说呀。这是我个人的问题，我不希望你用这样的口气来跟我说话。妈总是夸你比我稳重，可你做那点破事儿，真让我瞧不起你。你一天到晚教我这么做，教我那么做，可你自己呢？你自己劝儿脚踩2只船的把戏，你对得起咱爸吗？哎，姐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你还没跟我说呢。没什么重要的事了，以后再说吧。我先走了。首先呢，我要向你们2位说一声对不起。为什么对不起？你们心里知道，咱们就心照不宣了。哎，别这么看着我呀，我受不了你们眼睛里的敌意。哎，我知道，这种敌意很快会消解的。我呢，用我的方式证实了你们的判断。我拿到了证据。唐局，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们？别急，黄河9曲18弯，弯有弯的道理。现在，请你们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关于丁丽芬死亡调查过程当中，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错误的结案报告？原因有2个，一个是失误，另一个就是故意。对，红碧最清楚。实际上呢，在做出丁丽芬死亡报告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进行尸检，却出具了一份掩人耳目的尸检报告。而且，丁丽芬的死亡结论是在以小江在内的很多同志反对声当中出笼的。这说明有人在坚持一种不真实的说法。至于为什么坚持这种不真实的说法，现在我们先不讨论。问题的关键是，当我们着手进行第2次调查的时候，丁丽芬的遗体突然不见了。这是怎么解释？
我看解释只有一个，就是错误的结论不可能是失误，而是一种目的明确的故意。这个想法我跟您说了不止一次，可您呢，好像根本就没往心里去。第二，现在看来可以肯定，丁丽芬是在被害之后才抛尸江中的。可这就给我带来一个疑问：凶手为什么不采取其他处理尸体的办法呢？他既然有时间把尸体从犯罪现场挪到江边，却不毁尸灭迹，而要制造一个不慎溺水的死亡现场？理由非常简单，也许凶手在处理尸体问题上有什么顾虑。对，说得对。凶手害怕承担社会上高度关注的后果，所以才采取了这种避重就轻的做法。可是这就带来另一个疑问了：对于一般凶手来说，这不是他应该考虑的范围啊。另外，如果凶手没有足够的把握，是不会出此下策的，因为在正常情况下，溺水死亡和其他死亡特征的尸表特征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很容易被司法机关辨认。除非说司法机关里本身就有凶手的同伙在帮他掩盖真相。也许凶手本身就在司法机关。第三，从洪碧的尸检报告当中可以看出来，丁丽芬遇害前有过性行为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既然有过性行为，尸表上呢又没有过搏斗的痕迹，这就说明杀害丁丽芬的凶手不是一般的杀手，也不是一般的强奸犯，而是一个跟丁丽芬有着很深关系的熟人。那么他是谁呢？看上去这个人像江康。不可能，如果是这样，江康根本不可能参加验尸。第四，丁丽芬带回来一部手提电脑，电脑里的资料又复制成一张软盘。现在电脑和软盘呢，我们已经都追回来了。可是从内容来看，既不存在政府机密，也不存在个人隐私。可是接触到电脑和软盘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惹祸上身，这就怪了。电脑和软盘又不是高压电，怎么谁一接触到它，谁就张不开嘴了呢？唐局，我提醒过你，有一个人至今都安然无恙。对，说得对，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外。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例外呢？小蒋，你能回答我吗？还是有顾虑啊，是不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啊？啊，哼！哎呀，我怕的是没有被蛇咬过，见了蛇，反倒当井绳抓。唐局，能不能这样认为，出现这种例外，已经没有偶然性可言？你说的偶然性指什么？我想，你应该理解。吞吞吐吐，今天呢，你们都吞吞吐吐，我就越俎代庖吧。现在我们回到问题的起点，以上4个问题，推理结果都有一个明确的逻辑指向，那就是有一个人，或者说有一只黑手，在操纵着整个事件的过程，从丁丽芬被害开始，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。他一步一步走向犯罪和掩饰犯罪的不归之路。以上4个问题当中，如果我们排除了江康作案的可能，恰好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环，完全可以看出来，他们杀害丁丽芬的动机、方法和目的。我很遗憾，非常遗憾，我见人有误，这个人
很可能就在我们身边。可是，证据呢？唐局，您刚才不是说你已经找到证据了吗？对，我现在就向你们交底。我之所以把红碧的尸检报告交给齐新军，对小江提出来的问题无动于衷，就因为我在等待一个机会，等待一个取得证据的机会。齐新军如果是清白的，如果我们疑惑的迹象都是一些偶然的巧合，那么这个 DNA 的鉴定和鉴定的比对报告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你们看看，果然是江康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当然是天方夜谭。唐局，我好糊涂啊！急呀！坐下，坐下。我明白了。如果这个鉴定的结果是江康，那么这个鉴定的结论就是假的，对吗？如果我把那些标本调了包，而拿标本去做鉴定的人再次调了包，问题不就简单了？江康在我们看守所里，从他那儿要取得标本，还有什么难处吗？啊，一切尽在不言中啊！唐局，我的标本还在。你以为呢？走，走得远点儿，到上海，到上海去，把这个真标本鉴定做出来。唐局，谢谢。对江康的陷害，说明齐新军从头到尾都在作假，他在掩盖一个事实，而这个事实的外延，绝不仅仅是丁丽芬的死亡，在丁丽芬死亡背后，肯定还掩盖着一个更大的阴谋，而在齐新军背后，肯定还有一只操纵着全盘的黑手。唐局，您的意思是在戚新军的背后还有人？死了这么多的人，丁案是个大手笔啊！唐局，能不能给我透露一点？我有一个计划，明天就能见分晓。笼子已经扎好了，就看狐狸往不往里钻。老狐狸狩猎还用之捕龙吗？情况比较复杂，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。因为丁丽芬遗体被盗，多少给鉴定的真实性打了折扣，所以啊，要证明江康作案的唯一性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搜集物证。好在呢，我们掌握了一些有待证明的重要证据。要抓紧。老唐，我同意你的看法。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啊，已经构成了证据链了。要尽快的定案，要无懈可击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叫江康的开始交代问题了吗？暂时没有，态度强硬，拒绝回答问题。看起来啊，没有重要的物证，他是不会低头的。那你们就抓紧取证。如果取到的新证据
哪怕是零可供，照样可以提起公诉嘛。相信现在锁在我抽屉里的物证，会成为案情突破的重磅炸弹。哎，老唐，这些证据都是你在保管啊？大发大揽，是我最放心的工作方式。到底是个老公安呐。唐局，早上上班的时候看你还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就不行了？没事儿，看你风风火火的，就是有点辛苦。真的吗？是，但是大夫说还是要多观察一下。用不着听他们的，去，把门关上，我给你们说点事儿。上午的事情全部推掉，对。啊，如果宣传部的李部长来了，就让季副书记接待一下啊。什么话呀？我从来就不关机。啊，就这样。您去哪儿啊，梁市长？去公安医院。好的，好的。丁丽芬这个案子是牵一发动全身，越来越复杂。现在证明，它不仅涉及到我们公安局内部的人，还涉及到一位市级领导。鉴于这种情况，我把下面马上要做的事情跟你们说一下。第一，对江康、李栋子的预审暂时停下来，但是不要放人。记住，为了彻底查清真相，任何惊动齐心军的事，都千万不要做。啊！
第二，红碧啊，辛苦你一下，去趟上海，争取尽快完成原始标本的 DNA 鉴定。第三，启鹏，想想办法，直接或者间接的接触宋之林。据我推测，这个人在丁案当中是个重要的参与者和知情人。第四呢，就该我了。今天晚上我出发去北京，案情复杂，没有程书记的支持，什么工作也开展不了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唐局，您的身体行吗？没什么。红碧啊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争取今天就出发，行吗？不过，对于你此行的目的，一定要严格保密。我的意思是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明白吗？唐局，你能说得再明白一点吗？现在不行。你能做到吗？能。启鹏，我走之后，要很好的配合戚副局长工作，其他的调查工作都停下来，一切等我回来再说。啊，明白。打草惊蛇我不会去做。这样，唐局，我先回去。吕大姐在这儿再陪你一会儿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哟，梁市长，你怎么一个人呢？我来看看你们唐局。唐局最近身体好一些吧？没大事，就是出院以后血压有点不稳，不要紧。小蒋啊，唐局最近不在，很多事情你们年轻，多担着点啊。放心吧。急急忙忙上哪儿去啊？局里有点事儿，先走了，梁市长。去吧去吧。哎。唐局，您刚才说的话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红碧，哟，你也在这儿呢？哎呀，梁副市长，哎呦，哎，怎么把您也惊动了？躺下，躺下。哎呀，老伙计啊，你看你是怎么搞的？没事儿，请坐。哎呀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要静养一段时间，可是你就是不听。我看你是啊，不撞南墙不回头啊。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磕没碰，没交情。老唐啊，我也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啊，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啊，很可能要对你的工作做些个调整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不过这样也好，正好利用这个时间，你也好好休息休息。调整也罢，不调整也罢，这正式文件不是没下的吗？大姐，看不出你还真是个蔫大的。这个案子破了，你是头功。小江，你说唐局把话说透了吗？不到接锅的时候，他是不会把他知道的全都告诉你。你说，他指的市委领导究竟是谁呢？这也是我正在想的问题。其实这些思想是十分有。走。谢谢你。我走。
季芳，有空去看看你兰秀婶子，啊，回这趟出差又跟我闹别扭。放心吧，堂主。其实这趟北京我可以代劳的，可我不知道您要和程书记说什么，您还是不信任我。小子，挑理儿呢啊！保重啊，再见啊。据看守所方面说，裘其刚自残的当天，戚菊的确是去过看守所，而且呢，与裘其刚有过大约15分钟的接触。去过怎么了？那天我也去过，你怎么解释？江队，您这不抬杠吗？小轩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个案子先停一下，还有很多案子要办嘛，我们应该分个轻重缓急。我有意见，咱现在正是紧锣密鼓的时候，您却要鸣金收兵，您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什么药？定心丸。没病吧？怎么说话呢？这样打你！为什么这个春看不到绿的颜色？这个夏怎么会让人感觉冷漠？为什么这个秋不知收获什么？让这冬寒风不停地在心头吹过。品尝着今天的酒，是这么的苦涩，无垠的泪流不出，积攒越来越多。
为什么这个春看不到绿的颜色？这个夏怎么会让人感觉冷漠？为什么这个秋不知收获什么？